就是再讲一个很简单的疾病，非常简单的小疾病，就是人人都会多发的感冒。今天中医的感冒和西医的感冒是有区别。感冒就是感受触犯到外邪，就是这个感就是讲外感，感受外感的邪气，就触冒了，接触和冒犯。或外在的邪气冒犯我们哈，最主要的是邪气是风邪，因为中国人把风叫贼风，它风呢是个万人迷，就是跟和谁都可以结成伙伴，好，和谁都可以结成伙伴的。风寒暑湿燥火，为什么风排在第一位？因为风可以结合后面的风寒暑湿燥火，都可以结合，就哪里都可以有风，就是即使风是春季的主邪，它也是有木性。另外一个讲法就是风邪很贼，就是可以，因为它是百病之长，它可以钻在肌肤，钻在这个脏器里面，它可以游走。它还喜欢和其他邪气结伴，拉到其他邪气一起结伴，所以这个他用中国的传统说他就是个小人，他不是个君子，哈，会拉到别人一起来攻击身体。所以风邪最喜欢和寒邪，也喜欢和热邪这两个邪气一起合起来侵犯人体。侵犯人体的什么部位呢？肺位。那么肺为娇脏，为什么把肺叫娇脏？因为是肺本身质地娇嫩，其二它特别容易受到外邪的侵犯，所以它不耐寒热就是不耐风寒暑湿燥火的这个邪气。六淫邪气首先侵犯肺，好，从我们的体表鼻口鼻体表入，导致我们营卫不和，导致身体的营卫不和，然后出现一系列的症状。所以从感冒本身来说，中医的类科学里面叫风寒的感冒和风热感冒，还有夏月乘凉暑湿感冒，还有一个体虚的感冒，还有一个叫实型感冒。实型就是流感，或者散发性的流感，或者爆发性的流感。今天我们谈的是两个在临床上最常见的，一个风寒，一个风热感冒。风它是个贼，它既可以和其他任何邪气合伙来侵犯身体，但是不要忘了，它里面是有风邪的。风寒、风热是临床上最多见的。但是从我的这个角度来，从我对西医的了解的这个角度来说，这个风呢，其实所谓的风寒、风热，或者你说的时令的这个流感，其实都可以归为风寒和风热感冒里面。所有的感冒其实都可以归为，因为这个风其实相对应的，所谓这个风邪相对应西医里面的这个流感，因为西医它没有风寒风热，西医只有流感，流行性感冒 ，OK， 流行感冒或病毒性感冒或流行性感冒。那么西医所说的流行性感冒或病毒性感冒，就是我们风邪里面的这个风邪。因为中医不能没有办法它没有显微镜，它没有从古人，它没有这个机械，它没有办法从风里面去看到微生物，它看不到。可是呢，你看释迦牟尼在一碗水里面，他说这个就是有像须弥山一样的这个恒河沙一样多的这个生物在这一碗水里面，你喝水都是在杀生。好，喝水就是说微生物，它有这样形容，因为我们中国的儒释道，它有佛学的思想融入在这转移直到从这个敦煌2000年前从敦煌开始，就是到梁朝，一直非常就是梁武帝的时候，这个佛学已经融合到我们这个儒释道这个精神里面，所以在包括中医里面，包括中医这种传统的书籍里面，他也清楚的知道这个生物性有这种微生物的性嘛，所以它会叫邪，这个邪里面代表的有其他的一种生机在里面，所以这种风邪代表的就是有微生物和病毒，是一种外来的冒犯，它代表说外来的冒犯哈。那么所有的治疗这种风寒风热思路，你都可以在治疗西医的这种病毒性感冒去统一的思路上面去治疗一样的思路。那么是先讲风寒性的感冒，风寒性的感冒是风和寒两个邪气合伙欺负身体哈。那么邪气要想侵犯身体，相比较而言，就是邪气的力量要强于人体的正气的力量，强于人体正气的力量。所以从这句话你就要听明白，就是怎么去治理真正的病毒？怎么治理真正的病毒？什么叫做真正的治理病毒？因为就是当你的身体的主要病毒，我们都是由病毒，我们是用细菌组成的，我们是由细菌外来的微生物、方改、真菌、病原体组成的。我们包括我们的基因片段，97%都是这些
我们97%的所谓的肺的 junk 的 DNA 都是包括我们从祖先的一路路发展下来的很得过的疾病、感染过的这个病毒，所有的这些记忆的片段都在我们，包括我们身体的粒线体都是一种病毒，都是一个外来物、外来的细菌。如果它不变异的情况下，它是正常的；变异情况下，它就是一种很强大的病毒啊，在身体里面。所以我们组成就是一种微生物的集合体，我们本身是个微生物集合体。那么就是当你自身的这个微生物，你自身内在内循环叫内卷，我们用这种内卷的话，就我们自身内循环内卷这系统工作非常好，所以外来的这种病毒它不会攻克你，它和你一起协同工作，它没有侵犯你，我也在你身体之内啊。就世界上的任何万物的这个病毒，所谓的病毒生物体，在我们身体，我们与自然一样，都在与这个病毒相包容的生活，所以它不需要去侵犯你，可是你的抵抗力下降。所谓抵抗力下降，就是你的内在的这个内卷的这个功能方式，所以说发大水了，水喝多水饮过多发大水了，这一片的这个功能区域失灵了，有山火了，就是假如我们这个自然，那这里是发火了，有炎症了，这里吃了太多的酸菜鱼这火锅，啊这里发火失火，这个整个这个加州的整个森林大火，森林大火好，这个属于你内环境就减弱，外来的病毒就可以攻入，好，你这所有的内环境你自己导致的，或者自己导致降低，都是你人为的，好，自己人为的。平白无故的不会外来的邪气去攻击你的，这个就是病毒的思路。病毒不会莫名其妙攻击你，所有感染的都是他要感染的人，就是他的。所以为什么你最容易感染就是一趟 party 的时候说好100多个人又同时感染了，为什么一趟 party？ 为什么那个毛老太太要到那个扬州去传染？毛老太太到扬州的这个为什么是地下室？因为一个麻将一打就是一昼夜，然后地下室通风不好，所以他为什么不？他就是攻击你啊，他就要攻击你这种这个体质的人啊。就是熬夜啊，体质上你内在已经有炎症，你是烧大火或发大水了才会攻击你。你正常走在大街上，你健健康康的在运动啊，这么的，没有人去感染你的，没有人正常情况下没有人去感染你。所以一开 party， 一说100多个人，整个 party 人一下子400多个人 party， 100多个人，因为这个 party 喝酒、熬夜、吃冰，这个不睡觉，还有人吸毒，这个抵抗力非常弱的时候，而且这环境是密闭的。明白吗？说身体病毒从来不会无缘无故的攻击，病毒从来不会无缘无故的攻击。这两个二者的力量，风寒风热的力量超过了内体的自己个体的力量，超过你自己的力量了，能量不平衡。所以六淫邪气里面，风邪和寒邪它有什么样的特点？风善行硕变，清阳开泄。寒邪呢？寒邪一个是凌滞，一个是受阴。所以既然有凌滞之心，有受引之心，所以当它两个合伙侵犯我们人体的时候，就会导致腠理的闭塞。同时呢，寒邪一凌滞会导致我们的肺胃失调，腠理闭合。那么比如说，按照说，我们人体时时刻刻都有正力护着皮表，好，防止外邪入侵。现在什么样？本来时时刻刻都有邪气的，时时刻刻都有邪气的。但是，假如今天是寒邪比较强，突然来的天气降温，或者你进入空调房间特别冷，或者你去参加 party 那个空调特别冷，腠理闭合。当你这寒邪强，你腠理闭合，里面的正气还是很强的，所以正气还是很足。但是呢，如果说你进入这个比较冷，也有病毒存在的环境，比如说毛老太那个地下室的打麻将的地下室，你进入这个环境，然后你有熬夜，你的内在的正气有一点波动，你的腠理稍微有一点打开，你的正气有一点波动，就是腠理打开，腠理一打开，邪气进去，如果在里面邪气进去没有出口出来的时候，它会把外面的阳气伤掉。然后本身它是种阴邪，腠理闭塞了，然后开始恶寒，也就是我发热，恶寒就是要冷，觉得冷嘛，怕冷的感觉。比如说有些人说怕冷，那有些人晒太阳就不怕冷，或者怕冷穿个衣服就行了。那有些人怕冷就加个厚被子，好，恶寒是添衣加被烤火都不能解决，他说冷的不行。盖很多床被子还在瑟瑟发抖打冷汗，这个就是恶寒发热，腠理闭合，里面的津液不能出来，所以出现的这个结果叫做恶寒。风寒感冒典型的症状就是恶寒和发热，但是在这里恶寒要非常严重，而发热比较轻，温度升高呢不会超过39度，它恶寒更重，发烧要弱一点。好，这个患者明显的身上冷，而且没有汗。
他认为最有效的药就是激素药，就是因为它效果快，可以迅速。那你在中国很多年前哈，可以给你注射柴胡，发烧可以打柴胡这些药啊，他也会打个柴胡，然后青大霉素也有激素，青大霉素，那么几个一打，马上烧就退了。好，青大霉素就是激素，这个就是一种糊弄你身体疾病的药。因为它没有真的对你的这个病毒产生的，它通过这个激素、肾上腺素来控制它。好，这样的。那么，这是耗伤你肾经的事情，耗伤你肾经的。那个真正的治疗是要对症治疗。好，38度5以上才吃退烧药，在西医里面38度5以下是不要吃退烧药。好。不，这是西医的标准，这不是。其实中国现在医院都是这个标准啊，包括中医院，主要来看发烧的，他都会讲，都是这样好。那么中医有中医的退烧的药，西医有西医的退烧药，美林好这些。38度5是一个标准，38度5是个标准。但是你要用这个退烧药。但你要为了这个退烧而服用这个药物的话，它会不断的反弹啊，西医的不断的反弹。那你其实呢，家长就是没有办法哈，这反复的东西，你家长不能理解为什么反复这个，因为他没有真正在处理到你怎么去解表和退热的方面，所以。感冒之后去吃西医的退烧药和这个打液体，无论是打抗生素还是就纯粹的输液，怕你脱水的输液都没有用。你要根据它的症状，临床的症状来去治疗。好，风寒性的感冒祛风散寒，就针对它的症状。风热性感冒祛风散热，就这么简单。汗而解之。用汗法去解之，这个是解表。用寒性的话，用温性的药物，风寒的药用热性要去解，热就用寒，热就用凉药去解，辛温解表，热药就辛凉解表，辛温解表，辛凉解表。我在药里面也讲了很多，辛温解表用什么样的药？普遍的使用就是风寒性感冒，也是西医里面的，也是属于病毒性感冒。比如说你有羌活、防风、白费里面芥穗，羌活、防风、芥穗。好，这个还有荆芥啊。如果是怕荆芥怕冷的话，麻黄、川穹，头疼厉害就是蔓荆子啊，这都是我们白费和昆里面都有的。那还有桂枝，还要加桂枝。如果是风热性的感冒，热性感冒，那还有关键是痰是黄的，那你要知道，我讲的很多辛热和辛凉药是可以兼用，是同时可以用的。好，那白费里面基本上都可以兼用的药，就是你看你补肾加多少和昆再加多少来调节它的营养。菊花、桂枝啊，菊花就是麻黄，还有那么菊花它有那个清肝明目和清热解毒是区别的，不同的药哈。野菊花是清热解毒的，鱼腥草是个药食同源的东西，鱼腥草还是可以解毒，它可以解毒，然后又可以就是宣发我们的腠理。比如还有你咳痰，你咳的是黄痰，鱼腥草对咳黄痰是特别好的效果哈。鱼腥草、地丁。白费里面地丁，还有防风，我们血宝里面也有防风，就这样配合，你这样配合，根据热还是寒，你搭配补肾还是坤啊，就是发寒发热搭配补肾来去针对这个，这就是这么简单来去处理它。但是还有一个就是进入心脏的问题，就是当你这个感冒时间过久，然后还加配合上睡眠，不能睡眠，比如你知道时差或什么原因，你晚上不能睡觉，一定要加心脏，哦，就是睡眠这个基本上。
那么寒邪凝滞，寒邪凝滞是凝滞气血之机，哈，就是全身的气血交通道路堵塞，人常就会感觉到浑身难受，肢体肢节发酸、发困、发沉，就是沉重感不舒服，还会感觉到什么？就是头会痛，头会痛。这个地方脖子项就项，前面叫颈，后面叫项，合起来叫脖子，好，颈项。好，镜像是因为项链就是以项为支点挂下来的，就是后面是项，好，后面是项，合起来叫脖子。那么这个地方也会很难受，镜像非常说，项部难受，背部发僵难受，就是难受。《伤寒论》叫做项背降疏疏，项背降疏疏。那你读《伤寒杂病论》里面就有这么几个字哈。项背强积极，这读错了哈，项背降，项背降积极，那个字不是强，是项背降积极，降疏疏，项背降疏疏，不是挤啊，项背降疏疏。这个降疏疏就是寒邪侵犯人体之后，我们的背部，这个降部就是背部就不舒适感，就是发僵。第一个是恶寒发热，第二个肢节酸困，浑身发酸，肢节难受，伴随头痛。还是出现项背部疼痛啊，这个是临床最多的症状。那么还有一些患者会出现就是轻微的咳嗽，或者还有痰，还有流鼻涕，或者还有流鼻涕。既然出现流涕，患者就会出现鼻塞、流涕这样的症状哈。这个就是风寒感冒在临床上最常见的症状，这个是风寒型的。如果说风热型，既然是热，就有必要去回到中医基础里面去理解，就是热的理解，热是要伤津，严重的时候耗气，同时是阳邪，所以这种阳邪常常是有疮肿痒，这种患者的表现和寒邪的区别哈，这样邪气是截然相反，但同时都有风邪的特点，风寒发热，风热也有无寒发热。但是此时它的发热的症状要远远高于风寒，就怕冷的症状减轻，但是发热症状会超过39度。好，这个是风热，患者也会感觉到就是浑身酸痛和不舒服。那么这类的患者，他常常会伴随咳痰、咳嗽、痰一定是黄色的，甚至还比较抽。这些有些人还会出现就是咽喉部的疼痛，咽喉部的疼痛。那么在西医里面讲，这个就是还有扁桃体红肿，这西医里面100%这个就是病毒性感冒，好，病毒性感冒。所以风寒性的这个感冒在西医里面基本上就是不会给药的，风寒性就是让你就是尽量让你去出汗发热，之后出汗之后，然后捂7天之后就会好了。但是如果是风热性的，这个就是跟病毒性有点牵扯了。在西方这个症状的话，好，如果高热的话，这个都是病毒性，归类为病毒性的感冒。那很多人就是在中国，很多人就高烧的话都是去挂水啊，都是挂水，就说是来得快。打液体不一定来得快，挂水不是，感冒也不是打液体的疾病哈。你补充液体，液体里面放了什么药？打什么液体？就是你输液，你输液你里面加什么？加的是盐，加的是糖，还是加的什么？就是你输液你补到你感冒这个液体是跟打液体没有关系的，你就高热。打液体是你脱水的时候才需要打液体，哦，是不是？那你打药，你打什么药？打药就是打抗生素了，也就是老百姓就是所说的消炎药。抗生素是杀细菌的，这个感冒是西医是叫做病毒，好，你用抗生素，你说你就以为用抗生素就是有用哈。那么还有对患者，还有一些西医说给你针对患者的这个针对患者的就是检测你病毒是什么病毒，针对这个病毒给你下抗生素。好，还有一个更狠的就是下激素。好，就是他想你是不是要更快更好。那么西医在很多西医院，如果他不负责任的话，他希望快速达到疗效，就是加激素。
好，我们再继续讲一个很多疾病的一个症状哈，咳嗽，临床上也是非常常见。咳嗽这个疾病在《黄帝内经》里面讲有它的记载，从病理上记载也是非常详细，论述非常清楚哈。由此可见，这个症状也好，还是这个疾病也好，它就是一个高发性、多发性的疾病。《内经》当中说，有声无痰谓之咳，有痰无声谓之肃，即有声又有痰叫咳嗽。好，就是临床上就是说，有些人一张口就是口痰，这个叫嗽；有些人呢咳，光咳没有痰，那个叫咳。就是最多的就是既有声音又有痰，这个合起来就叫咳嗽。咳嗽有什么原因导致的？两大类原因。第一类原因叫外感，好，还有一种原因叫内伤。我们今天只谈外感的咳嗽哈，内伤的咳嗽不是我们这些课所讨论的啊，因为内伤咳嗽原因很复杂，比如说西医叫慢性阻塞性肺气肿、慢性肺病，这些患者就经常会出现咳嗽。支原体的感染，比如说支气管的扩张，比如说肺部的恶心肿瘤，结核的问题，比如说胸膜炎的问题，这些它会引起咳嗽。这类咳嗽通的属于内伤咳嗽，属于内伤范围，不属于外感类。所以这节课我们只是告诉大家，在临床上很常见的感受外界邪气的咳嗽，用这个方法，就是既然是外感的，那么一定是有邪气。从它的邪气来说，什么样的邪气引起？是吧？首先，知道咳嗽病位是在肺，那这肺气主降，既要向上宣，又要往外发，又要向内降。所以它的宣发速降4个运动方式，从总体上来说，肺气是上下的。为什么会出现咳嗽？那就是肺气的不降，肺气上逆，是谁引起的肺气上逆？最常见的就是一个叫寒邪，还有一个叫做热邪，还有一个叫燥邪。最常见的就是这个但是这3个邪气常常还是在贼邪的领导下发生。在贼邪在感冒里面讲过，就是风，所以经常是发生风寒、风燥、风热这些好。那么导致的咳嗽，我们先讲风寒性的咳嗽。风寒性的既然系是痰邪、寒邪的性质淋滞收引，它为阴邪。所以患者除了咳嗽以外，它里面有痰嘛，所以叫卡痰。痰是什么样的？痰你一定是清晰的、白色的，因为是寒。那么有些人可能会出现咽喉部的发痒，有些人可能还会出现鼻塞流涕，这是风寒性的咳嗽。这风寒性的咳嗽主要症状。那既然这个疾病叫做咳嗽，所以不论是哪一种咳嗽，它一定都存在咳嗽这个症状。那么一般来说，既咳了就有痰，所以很关键的判定它是寒的还是热的还是燥的，在哪去判定？在痰上面去判定。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看它兼的症状，所兼的症状，看它的寒的、热的、燥的。如果是热邪引起的，风热之邪所导致的，那没问题，它还是咳嗽。那么这时候它咳的痰是什么样的痰？就是热邪痰就是黄，热是阳性的表现，所以痰的颜色就不是稀的，是稠的，炼化之后的痰的颜色是黄色的，不是白色，是黄色的。所以这个时候咽喉部常常就不是发痒了，咽喉部最容易出现症状是咽喉部的疼痛，就是热邪，甚至有些人就是扁桃体红肿扁桃体红肿，同时兼有的症状也可以出现鼻塞，也可以出现流涕。但是寒邪流的涕是清涕，那么热邪流的涕就是浓涕，热邪流的涕黄涕，龙黄涕。这个痰是稀的，一个痰是稠的，一个痰是白的，一个痰是黄的，一个咽喉部发痒，一个咽喉部疼痛，一个鼻塞流清涕，一个鼻塞流溶涕。好，第3个就是燥邪，风燥之邪，燥邪都清楚，前面讲过。燥是秋之主季，在深秋的季节的咳嗽，一个是风燥之邪见的比较多，但深秋季节阴邪已经出现，就是阴邪，就是说风寒侵犯人体导致的咳嗽也是比较多见。既然是燥邪，在六淫邪气里面就要知道，燥从季节上来说它是秋之主气，把它叫做阴邪，把燥邪本身性质上是伤津，所以把它叫做阳邪，又把它叫做，所以既然它是以伤津的邪气，又把它叫做阳邪，所以所以这个燥把它叫阴邪的比较，叫阳邪的比较多哈。既然是伤了津了，没问题，它咳嗽依然是存在，伤了津液，那它痰是什么样子的？痰里面有没有水呢？是有，它津液伤了，所以这个痰里面就比较少，或者说，所以它
这个咳常常表现出来是干咳无痰，或者虽然有痰，但是痰是非常少，而且这个痰很粘稠，就是没有水分。所以你咳嗽有没有痰，或者是干咳，有些人说有，但是痰很少，就丝丝拉拉一点点，很难吐出来，这个就是燥邪，就是燥热的阴邪，就是没有阳邪，它是没有水分，痰少而黏。严重的时候，它会出现声音的嘶哑，这也是燥的原因。好，声音嘶哑，就像我如果上课上了好几个小时没有喝水，声音就会嘶哑，就是燥邪，没有水滋润嘛。还有咽干、鼻干，咽干和鼻干，就用这个3个症型来去判断。它都有，就是既然叫咳嗽，所以他们都有咳嗽的症状。既然咳嗽一般来讲都有痰，所以首先从痰上面来区别，寒性的痰是稀的、白的，而热性的痰是稠的、是黄的，而燥邪的痰呢是没有痰，或者说虽然有，但是量很少，很粘滞拉丝的痰。所以这个就是这个一般还都会有咽喉部的疼痛，寒性的咽喉部发痒，热性的咽喉部是疼痛，燥性的是咽喉部干燥发干，声音会出现嘶哑。这个就是同时还有患者会出现鼻塞流涕，寒性的鼻清涕，热性的是黄涕浊涕。从治疗上来讲，寒性的怎么办？当然是散寒，热性呢就是散热，燥性呢就是滋阴。无论你去做什么样的邪气，你要干什么，你都要止咳，还要止咳就是肺气往上走，你要下去嘛，沉降，让肺气沉降，就宣肺止咳，让肺在上焦如雨，我们肺上焦如雨下，还有肺要举起来，要轻声。所以整个治疗上来看，好，就是把气要降，但肺要举，好。就风寒性的以散寒为主，佐以宣肺，散寒为主，佐以宣肺。最常用的药物哈，就是白肺里面就是芝麻黄、杏仁。芝麻黄、杏仁还可以用紫苑、宽冬花哈，宽冬、白钱、前胡，这样。如果说它的痰比较多，就加陈皮、半夏哈，这。肺要宣起来，这样肺的时候就是宣肺最常用的药物，就是一个是桔梗，一个是白附子。因为寒性的话就用白附子。寒性的咳嗽在煎药的时候放生姜，还要放生姜哈，生姜。如果是热性的，你就要驱热，风热性的咳嗽的话，你还要加这种芝麻黄一样，芝麻黄、生石膏就是要加风热性就要加昆大素里面的，昆大素里面有生石膏，白钱、前胡，好，这个是白肺里面本身就有着。痰比较多，还有知母、泽母、鱼腥草，还有痰多加鱼腥草、胆南星，好，银花、野菊花。这个用宣肺。苏子不是是苏子，不是附子啊，苏子。宣肺还是用苏子，还有一个桂枝、苏子哈。燥邪性的，如果是燥的，那么要用养阴的药来治这个燥邪的咳嗽。养什么阴？养肺阴，麦冬、沙参、原参。三参、原参、百合，就是白肺里面去养肺阴，还有芦根，桑叶子，然后桑叶子是现在很多药房这个用的桑叶子都是秋天的、夏天的很厚很肥的叶子啊，那个叶子它是比较好采摘、比较好加工。叶子又很厚，重量很足，但这个桑叶子没有功效，夏天呢是不能用。咳嗽的桑叶子一定是霜降之后的桑叶，叫霜桑叶，霜降之后的桑叶。霜桑叶就是落的地下之后落了一层薄薄的霜，这个叫霜桑叶，不是的，就是霜降之后的桑叶采就可以了。这个就是地道的药材哈，霜叶。这个药材是在哪里种的？百合就一定要在甘肃去拿。当归就是要甘肃，当归也就必须要甘肃。过雪山之后，过这个密山，就是甘肃要讲黄芪一定要东北内蒙的蒙芪是最好，党参，陕西上冈。
就是你的药的来源非常重要，好，药来源才能决定的是葵花素为什么有效。你要找什么地方来的药，好，哪一味药什么季节去采，就你不能因为你采摘的时候你好认，或者你采的这个药材时候，它同样的东西就是你好收获，好就会去拿，不是，或者接的时候是重量重你就用它，不是，一定桑叶一定是双桑，不要用夏天的桑叶，还有杏仁儿这些。还有宣肺，还有宣肺的话，就是依然是用桔梗嘛，所以白肺里面再加药引子，就是秋燥的药引子，燥邪，它缺水嘛，叫地里面缺水嘛，哈，要下点毛毛雨，自然界秋天孕育大自然的每个季节出现问题的时候，你都用那个季节的产物就好了。好，就像毒蛇出没的地方，它就一定会有解蛇毒的草。燥邪是秋天的邪气，秋天一定会给予你润燥的东西，就是梨子啊，就用梨子做药引子，白肺里面也有梨子啊，白水。那么你在做药引子的时候，就是你要把籽去掉，梨子的壳它是酸的，酸性是收敛的，好，不能润。所以外感咳嗽的时候，一般不用敛肺的药，好，不能敛肺。就像这敛肺就是门窗开着的，里面有邪气，你得让它出去。你要用吃酸的，你敛的话，敛这个肺的话，把门窗就关了，邪气就出不去了，贼就被关在里面。所以在你治疗肺部疾病的时候，不要吃酸，好，不要吃酸。所以要把梨的这个核要去掉，在做加工的时候，梨子的核要去掉，或者说不用梨也可以。不用梨的话，就是你用梨皮，把梨皮放进去就可以了，就用梨皮就可以润了，因为它也是药引子，它直接就可以润到肺啊。就梨皮就好了，就用梨皮就好了。好，我们白肺里面就是梨皮，还有这个荷叶的梗。也可以，荷叶的梗也是非常好的入肺的、润肺的，治疗秋燥，因为荷叶也是秋天开的嘛，荷花还是秋天开的，就在季节里面去找。还有前胡，这些，基本上就是这样，就是对你的各种程度的咳嗽啊，为什么白肺可以去治疗？因为它针对的这些咳嗽的性状，风热、风寒和燥邪导致的阳邪的这种咳嗽，好，燥就是干燥性的啊。那么你就这样各种症状来去搭配加减白肺和坤和补肾，这样去协调去做咳嗽的治疗。